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奥德赛时期与自我同一性。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奥德赛时期这个流行词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兴起，以及它在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词看起来是在描述年轻人的自我探索和迷茫期，然而它也因为太抽象和空洞，缺乏可操作性，以至于有强行乐观的倾向。因为一段迷茫和漂泊的时期并不必然就通向成功和自我确信，我们需要区分自我探索和停滞的微妙区别，尽管它们表面上可能都是建立在对世俗规则的怀疑和不认同之上的。我们说，一段漂泊和迷茫并不会因为我们给它起一个英雄式的名字就自动通向胜利。有些漂泊在结构上接近真正的探索，而有些漂泊只是被推着动，反而是陷入了某种越来越深的停滞。在上一期的结尾，我们引入了心理学家 Marsha 关于自我同一性的研究。Marsha 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把寻找和建构自我同一性这个看起来很抽象的事情，转化成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证研究。他在判断一个人的同一性状态时，并不是去看这个人的简历有多漂亮，外部成就有多高，而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请被访者谈自己对职业、价值观、人际关系、宗教信仰、政治倾向、性别角色等领域的看法，然后根据他在被追问时能否给出有结构、有深度、有内在一致性的回答来判断他处在哪一种状态。Marsha 的方法本身就在告诉我们，自我同一性不是一种主观感觉，不是自说自话、豪言壮语，而是一种有内在联系和结构的东西。Marsha 重点考察两个可观察的维度，也就是探索 exploration 和承诺 commitment。根据这两个维度的高低组合，自我同一性可以形成4种状态：达成、延缓、早闭、扩散。那么这一期视频，我想和大家具体的分析这4种状态，以及重点讨论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判断自己究竟是在自我探索，还是陷入了停滞？那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是自我同一性的达成 achievement， 也就是高探索、高承诺。当事人认真地考虑过自己人生当中那些关键问题，想做什么类型的工作，相信什么样的价值观，对社会和政治有什么样的判断，希望获得什么样的亲密关系，自己的成长动力是什么。当事人尝试过不同的方向，经历过真实的怀疑和比较，并且最终形成了清晰的属于自己的承诺。这样的人不一定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可能自我认同是一位母亲，但他的内心是认同自己身份的。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自己选的，并能够给出充分的说明和解释，而非出于恐惧、被迫和缺乏探索。这种状态的心理体验通常是相对稳定的，尽管也肯定会面对压力和困难，但是当事人即使在困难当中，也能从内部找到资源来面对，他内心里有一个稳固的基点，并可以从自己的身份中寻找解决办法。因此，当事人不太容易陷入那种我是谁的根本性的焦虑。他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在4种状态里通常是最低的，自尊水平最稳定，对未来的感受也是较为开放和有希望的。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自我同一性的达成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人在一生中可能会不断经历从达成变成延缓，再重新达成的过程。每一次重大的人生事件，比如丧失、转折、重新开始，都可能开启一个人对自己新的觉察和探索。他虽然有一个稳定的自我，但这个自我同时又是动态和开放的，包含着对自己持续不断的修正和审视。自我同一性的第2种状态就是早闭 foreclosure， 也就是低探索、高承诺。当事人没有真正经历过对自我的探索，而是直接认同和接受了外部世界已经规定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里的外部包括父母、学校、小圈子的习俗和文化，
社群的各种规则。这些规则并非一定都是错误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在成长过程中直接地认同了这些规则，缺乏与这些规则拉开距离去审视和怀疑的阶段。比如父母说要考公务员，他就考公务员；父母说什么年纪该结婚，他就什么年纪结婚；周围人都选择了考研，他也感觉自己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询问当事人的动机，他讲述出来的理由往往都是建立在一些普遍性的判断上，比如男人到这个年纪就该结婚，女生就应该找个离家乡很近的工作，稳定最重要等等。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找离家近的工作，而是说这些理由都比较空泛和空洞，不能为个体的行动提供真正的依据。因为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年纪结婚，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稳定最重要，而且不同的人对稳定的理解其实也是差别很大的。那些普遍性的判断根本解释不了种种差异，因此每个人的行动最终只能归因于每个人的独特的地方。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提出过一个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理，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如果两个实体拥有完全相同的属性，那么它们必然就是同一个实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事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必然有一组理由能够把它和其他事物区别开，也就是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那么把这个思维用在我们的人生上更是如此。一个经历了充分自我探索的人，他在解释自己的决策和行动时，不仅能给出普遍性的判断，关键是要有一些具体的，只属于当事人自己的依据，以及对自己性格和内心状态的理解。哪怕他和大多数人做了同样的人生选择，但他能说出自己选择这条路的个人化的根据。这些理由是没办法被另一个人直接套用的。而早闭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认识比较空泛，或者认为自己的身份就是做题家、某某学历，所以就应该如何如何。从外部看，早闭的人是有方向感的，他确实不怎么迷茫。在中国，早闭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成长路径。不过早闭状态在心理体验上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心理学家 Leo X 的这篇论文显示，早闭者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的确是最低的，看起来与同一性达成的人一样，他们几乎不会在深夜陷入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思考，他们对于自己是谁、自己该怎么做是毫不迟疑的，因为他们直接内化了父辈或者外部权威的价值观。然而，当他们面临与价值观冲突的事实，或者说当他们感到这些价值观遭遇挑战，可能无效的时候，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尊而扭曲这些信息，此时他们反而会产生更大的焦虑。而为了压抑这种焦虑，他们可能会选择逃避、情感上的疏远，或者说陷入某种毫无事实依据的幻想。因此，早闭者那种平静、不内耗、不焦虑的状态，其实是以牺牲了灵活性为代价的，因为他们未经审查就直接采纳了别人的信念，这导致他们为了维持这种信念而不得不对流动的外部世界保持封闭的态度。这常常会导致早闭者可能在40岁或者50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崩溃。比如原先父母规划的职业路径遭遇了挫败，发现自己和伴侣从来都没有过亲密，孩子和自己关系很僵。此时当事人经历非常痛苦的中年危机。我们上面介绍了达成和早闭，这两者的共性就是当事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方向很确信，因此焦虑水平都比较低，尽管这背后的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延缓和扩散。这两个状态的特点是当事人都没有形成稳定的承诺，焦虑水平比较高，看起来比较相似，当然他们背后的原因也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先来说说延缓 moratorium， 也就是高探索、低承诺。当事人正处在认真的自我探索过程当中，但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承诺。他对外部权威安排好的生活方式有所怀疑，但他也没有确定自己理想的生活，于是他可能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试错，思考和比较不同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在亲密关系上持续的反思和学习。
他也会持有一套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但他对新的信息和价值观保持开放，并乐于修正自己原来的想法。在这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中，他逐渐沉淀下来一些稳定的东西。延缓者和早闭者正好相反，早闭的人是直接拿过来一套现成的答案，而延缓的人则是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需要强调的是，延缓状态在主观体验上可能是非常焦虑和疲惫的，甚至在某些研究里，延缓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比扩散者还要更高。这其实说明了，不焦虑不抑郁的人，并不必然比焦虑的人要更健康，这取决于我们怎么定义健康。在中国社会，许多人认为的健康就是消除焦虑、抑郁和冲突，达到主观上的愉悦平静，能吃能睡，并且不内耗。然而，真正的健康观念应该将个体的自我实现、主体性的扩张容纳进来。健康不应该是一种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平和，而是一种动态的生命力，一种充满怀疑和质问，甚至是带着哲学式的抑郁的探索。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有焦虑感，但这种焦虑是一个人要取得独立人格所必须负担的重量。不过，延缓状态也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无限期地停留在悬而未决的状态的。延缓的核心特征是它指向某种最终的承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停在什么都还没决定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不决定本身会让一个人慢慢丧失决定的能力，逐渐滑向第四种状态——扩散。一个健康的延缓状态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当事人沉淀下来越来越多稳定的信念，他就可以回到现实生活中，做出自己的承诺。如果一个人停留在延缓状态太久，而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那他需要警惕的是自己是否已经在偷偷地滑向扩散，只是还在用我还在自我探索这个标签来安慰自己。那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自我同一性的最后一种状态，扩散 diffusion， 也就是低探索、低承诺。当事人既没有形成任何稳定的承诺，也没有真正在探索。他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挺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亲密关系之间换来换去，但这些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探索，他们只是经历而不是阅历，因为这些经历并没有被有效地挖掘和组织，没有让当事人对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更加清晰，它只是被外界的刺激和环境推动着。扩散和延缓是非常容易被混淆的。从表面上看，两个人都没有对特定的人生目标、职业方向和价值观做出坚定的投入。从外部看，他们同样显得漂泊不定。然而，延缓者在主动地承担这种不确定性，他在不断地关注和分析自我，对外界感知是敏锐和开放的，他保持着相当高的认知复杂度和自我反省。而扩散者的尝试则可能只是逃避和拖延做出决定，回避自己的真实感受，以及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延缓者是在主动和有方向地承担不确定性，而扩散者是在被动地停留在不确定之中。扩散状态在心理体验上又可以分化为两个不同的亚型。第一种是 carefree diffusion， 也就是麻木型的扩散，或者说无忧无虑的扩散。当事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对自己的处境似乎也不太在意。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不一定高，从主观感受上，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挺自洽的。但他们对生活的投入度、意义感、关系深度通常都很低。他们既不焦虑，也不快乐，既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也没有特别讨厌的东西。他们经常感到自己没什么思考，也什么想法，类似于一种活人微死的状态。正如欧文·亚龙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引用蒂利希的一句话，他们在用逃避生命的方式来回避失去生命。只要不去追求某个事物，那么在失去它的时候也不会太痛心，只要不去活出自我，那么也就不会害怕自我的死亡。另一种扩散是 diffused diffusion， 就是弥散型扩散，或者说焦虑型的扩散。与麻木型扩散不同，焦虑型扩散的当事人陷在强烈的迷茫和痛苦里，反复的纠结和内耗。
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很高，但这种焦虑和延缓状态的焦虑是不一样的。延缓的焦虑是围绕着具体的问题展开探索的，是在具体的尝试和经历中不断推进的，当事人是带着好奇心和开放性去关注问题的。而焦虑型扩散的焦虑则恰恰使人瘫痪和回避问题。当事人的各种想法在头脑内部不停地循环，越想越乱。他们感觉自己一直在思考，但这种思考既不通向任何具体的决定，也不导向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只是在内心里不断的反刍。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使用了 unproductive、passive and repetitive focus 来形容这种反刍式的空转的思考，也就是非生产性的、被动的、重复性的关注。那么问题来了，有哪些外部的参考标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自己究竟属于扩散还是延缓呢？我想，奥德赛时期的这套话语之所以能给人安慰，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区分扩散和延缓。一个处在焦虑型扩散里的人，他主观上完全可以觉得自己正在认真地进行自我探索，因为他每天确实在思考、纠结、内耗，甚至是在战斗的。从主观感受出发，焦虑型扩散和延缓几乎是无法被区分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更外部的、更可观察的标志。我自己想到的有这样几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首先是你用来描述自己的语言。一个处在延缓状态，在认真进行自我探索的人，他对自己困惑的描述会随着时间而进化。3个月前，他可能还不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工作，而3个月之后，他可能感到有些工作带给他模糊的吸引力，而有些工作让他明确地感到厌恶和不喜欢，但他对于这背后的原因还不太清楚，或许再过几个月，他会弄清楚这些原因。总之，他对同一个问题的描述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具体。而一个处在焦虑型扩散里的人，他1年前用来描述自己困惑的语言，和今天用来描述同一个困惑的语言，基本是一样的，或者说只是换了一套修辞，但表述的内容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同样的问题在他头脑里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他的纠结也是循环往复。他每天确实在思考，但这种思考没能构成累积。第二是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程度。延缓的人会持续地将自己投入在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情上，他不是仅仅在脑子里想，而且会去尝试，比如去学一门新的技能，和某个领域的人聊一聊，会去做一个小小的、可能失败的计划。他知道光靠思考是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必须把自己的设想拿到真实世界里去发生碰撞。而焦虑型扩散的人，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在头脑内部完成的。他思考的很多，想自己适合什么，想这个时代怎么了，想各种可能的人生方向，但这些想法很少落到具体的行动上，也没有写成文字。他和外部世界的接触面是很窄的，他不让自己被任何真正陌生的东西触碰，因为陌生的东西会带来不确定。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写作其实是一个最具操作性的走出焦虑型扩散的方式，也就是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我看来，写作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记录，而是逼迫自己。当你只是在脑子里想的时候，那些想法是飘忽不定的，是可以随时根据当下的需要被扭曲和重塑的。可能过2天再回想，已经记不清自己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这种思考的特点是他从来不需要承担我此刻就是这样判断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被固定下来。而写作强迫你在一个具体的时刻为自己当下的状态下一个明确的判断，你必须从那些模糊的、相互矛盾的、随情绪起伏的内部体验里挣脱出来，承认我现在是这样想的。这个承认本身是一个微小的承诺，它意味着你的想法第一次有了一个不能被你随时篡改的形态，它脱离了你的头脑，获得了自己的客观性。3个月之后，你可以重新读你的想法，就会发现那种成长是真实可见的。这期视频的参考文献比较多，
我都贴在这里。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讨论延缓与扩散吧。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